我和她认识1年多了，刚认识的时候，感觉这个小姑娘挺活泼可爱的。最近我朋友找我帮忙的多了，我感觉朋友有困难了，让我帮助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她却不这么认为，整天就是说拿这个事儿跟我吵架。就是我帮助过谁以后，她私下里找人家去给人家吵，我感觉她太不懂事了。因为我年龄比她大嘛，本想着带着她去见父母呢，但是她这么给我吵下去，如果给我父母这么吵，那我哪能受得了呢？我感觉我没有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男生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跟我分手呢？是男生错了吗？还是女生在挑错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孟28岁，来自河北，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韩23岁，来自山东，是一名文员。来，有请两位。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愿意。愿意。你在片子里说你帮助别人，他觉得你错了是吗？对。他帮助别人也不管他自己实际情况。你都帮了谁了？怎么帮的？就是帮我那个朋友嘛，还有就是说公司里有时候呢同事，有事儿了或者求助于我，我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人家吧。这是个好事儿啊。对呀，我也感觉是好事。但是他就不同意。就是你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我怎么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了？就找工作那事儿吧。本来就是他家里亲戚。那是我亲戚啊。亲戚你也得看你自己实际情况吧？你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啊。他怎么了？他找这个工作又买烟又买酒的，花了几千块钱，结果他家亲戚还不领情。你不要每次把钱都看得那么重要，好不好？我没有把钱看得重要。那是我亲戚，好不好？我帮了人家，人家领情不领情那是他的事，我做不做那是我的事。亲戚也就算了，他朋友也是这样，他每次就是他经常帮他朋友修电脑，更多就是女性的偏多。然后不就修个电脑？修电脑就修电脑呗，他本来就是对这也不大懂。然后就是他有一次他有一个同事，然后打电话让修电脑嘛，结果他修了半天没修好，然后他就送那个专业的维修那儿去修了。然后结果他自己往里边贴了400-500块钱。关键是我之前跟人家说过了，好不好？已经打电话了。不是这事儿特奇怪，你会修电脑吗？跟以前的同学学的那个装系统，其实修其他的也不会那个修。那就奇怪了，为什么那么多女生找你修呢？你又不会修？就是说装系统嘛，然后他本来就会那一点点，他还非得把什么活都揽下来，他就不懂得拒绝。这个后来力所能及的事，你干嘛要拒绝人家？这是你力所能及的事吗？主要是你都不大懂啊，你又不是精英。后来你贴了400-500块钱把机器修好了。主要是修好了，你知道吧，主持人，他还不让我说。他那个朋友就是来取电脑嘛，然后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我当时就有点心里边有点不大高兴，然后我就当着他朋友面嘛，然后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当时他冲我发火，那你不能当着我朋友的面然后就说这话吧？那怎么不能说呀？你看以后让我怎么跟朋友一块相处啊？为什么不能说啊？对吧？你理解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今天是来分手的？不是，你是来求和的。对，态度好点啊。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嘛，本来就是我跟他同事还有我们3个人，但是吃着，然后他就接了一电话，结果呢就是他另一个朋友要来，朋友来就来呗，然后他另一个朋友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另一个朋友要来，然后他也同意，结果本来就是1个小时能结束的饭局，硬生生吃到12点，结账1000多块呢。每次都你买单吗？也不是，但是说大部分是吧？90%以上都是他买单。你这些朋友也有点不朋友哈，这个以后可以改吧？这个我尽自己的努力改。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这说明他是个老实人。朋友最重要，我觉得他看朋友看得比我都重要。哪有那样啊？我是跟你谈恋爱了，又没跟他们谈恋爱啊？怎么不是重要呢？那天就是下大雨嘛，他来接我，当时我寻思我还挺高兴的，然后还知道来接我。然后我们吃完饭以后，他接一电话，他朋友来就是找他去唱歌，下着雨，而且我当时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说咱别去了吧。他说要不你先回去吧。主要是下着雨，你说你非得要去凑什么热闹啊？以前你不是也自己回去吗？我就跟他说了，让他早点回来，结果3-4点钟了，他才回来。然后我问他就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了？然后他就一脸不耐烦样子，他说你怎么不睡啊？
我心里边本来我就够担心你了，你还对我那种态度，你让我心里边有什么感受啊？听到现在，基本他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最出格的一件事，那是你还不知道呢，主持人。哦，那你快说呀。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打算要结婚了吗？就是他好不容易存了一个买房子的首付，买房子那天他才告诉我，他把这个钱借给他朋友做投资了。哎，当时朋友也是说借半年好不好？人家有没有说不还我？本来做投资这个事儿就是有风险的，万一他还不上怎么办？你考虑过这个后果吗？我知道有风险，那是他做的，又不是我做的，他只是借我的钱好不好？他借你的钱，你这么大事儿，你应该跟我商量商量吧？多大的事儿啊！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把所有钱借给他了？我插一嘴啊，这钱里面有你的钱吗？有我一部分。多少30%吧。我也不是在乎钱，然后就他不跟我商量商量，觉得不尊重你是吧？对，就是这种感觉。女同志要的是尊重，就因为这事儿就分，对吧？不过最让我忍无可忍，还有呢。对啊，很多事儿呢，要不然能到这种地步吗？这次圣诞节嘛，本来就是我们说好了一起吃饭看电影。然后就是问了嘛，然后下了班以后就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儿。结果呢，他手机当时手机不是手机一直关机，打不通，发短信也是不回，然后一直关机。然后我就寻思这出什么事儿了呢？一直到9点多钟，然后我接到他的一电话，然后他说我前女友生病了，然后我现在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你体谅我一下，就是我现在不能跟你那个赴约了。我既然敢跟你说出来，我就没有做出格的事儿，对吧？我对你的感情还是比较专一的，好不好？不，你这个倒是确实有点令人发指啊！你前女友怎么让你照顾啊？在一个城市嘛，她也不是那个城市的，没有啥朋友，也是迫不得已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我也非常不情愿呀。本来就是。你怎么不情愿？我看你屁颠屁颠想去呢。他怎么了？发烧了，都是。发烧了？你去干嘛？陪他去医院，然后看了一下嘛。他自己不能去。主要是他都已经答应我了呀，我当时就是心里边反正就是。那你为什么不叫着他一起去啊？当时手机没电了，所以说也就那个。手机没电，找个公共电话打给他呀。前女友，你想让他见了，他不我。没什么呀。吵起来嘛。你的一个过去的朋友，你带着你自己的女朋友去照顾你生病的朋友，这事儿挺好啊。还是有鬼。这件事就是我受不了，反正。我就受不了了，这就算你真的受不了了，是吧？对，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跟前女友还在一起，毕竟就是已经答应我的事儿，就是还要跟前女友就是在搅和在一起。我不是搅和，我最起码如果说是搅和的话，我给你打电话，何必我把这事都说出来了呢？对吗？那本来你就已经答应我去吃饭看电影了，我就问心无愧啊，对吗？不是，也有一种心理是，说了就认为我没事儿。我最起码跟他坦白了嘛，对吗？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跟他说？如果说我不跟他坦白的话，好吧，那我接着问你，你现在跟你的前女友还有往来吗？现在没有了。他不找你了？不找我了。为什么呀？就因为那一件事以后，吵得太干嘛了，所以也不联系了。那你前女友给你打电话，你接吗？不接了。为什么呀？主要是他不懂得拒绝，什么事都这样。手机号都换了。对啊。那就是说，万一哪天前女友知道这个手机号打电话，你还是会接呗？不接。谁信呀？好了，就是这么一个男生，他的女朋友有些怪责是对的，男生确实处理得不好。这段情感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兄弟，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儿。其实别人求我了，我能帮你，所以我被人需要。往往生活中不太如意的人，才需要别人的需要来强化自己的存在感。明明做不了的事情，修不了的电脑帮别人修，明明不能帮别人找的工作，非要打肿脸充胖子，为什么？兄弟，你想过为什么吗？你的男朋友是一个以帮助别人获得自己尊重和成就感的男人，这是一种自卑。弟弟，我说这个有点沉重，今天过年不是让你改热心肠，改掉没有必要的这种热心肠，改掉让别人夸你，哎呀这哥们真牛，这样才觉得自己飘飘然，这种热心肠，过自己的踏实日子，把自己的事干好，别活在别人的夸奖里面。你应该是个堂堂正正的大男人了，从今天开始别再打肿脸充胖子，做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好不好？谢谢马老师我有个疑问，我想问问男生，就是你不太懂得怎么去拒绝别人，拒绝自己的老乡、亲戚、同事、朋友，
那你为什么懂得怎么拒绝你女朋友呢？我想着应该他会理解我吧，我做这些事情。哦，就是比如说你女朋友提出一些问题，说：“哎呀，你也不会修电脑，你别帮她修了。”你怎么拒绝她？我就说我还没修呢，你怎么会知道我不会修呢？就是你也懂得怎么去跟别人说不，但是为什么只会跟他说，而生活当中其他的人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朋友、女朋友，让我感觉肯定女朋友更近啊，为什么老能拒绝女朋友的事儿？因为我感觉女朋友跟我比较熟了嘛。哦，杀手。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感觉还是做他前女友比较好。越熟悉的人越伤害他，越拒绝他，我觉得显然不合理。我感觉他这样，我做这些事，因为他都理解我嘛，毕竟我们是恋人嘛，是吧？我觉得理解也是一个有承受的这样一个限度的事儿，尤其是跟前女友瓜葛这件事儿，我是非常在意的。如果我老公让我发现了这个，不少发现，看来。就我还得查看回去。查什么呀？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是有度的，有一个底线的。我希望你能够好好想一想，是我们去伤害自己最亲的人值当呢，还是说维护自己所谓的面子？这个是需要好好想一想的。我一直就是跟他说改，然后他就不改，然后说朋友就很重要。然后他就是主要他现在做这个工作，然后销售嘛，就是一个积累朋友的过程。但是就是他说啊，你就是不能理解我工作，就这样说。然后我就是感觉就是特别愤怒嘛。这也可能是年轻人在这个事业的初期可能需要付出的一些，但是为了这个而消耗掉自己的女朋友，伤害了她，我觉得这是否值当，需要你想一想。你对朋友很慷慨，但是为什么对自己爱的人、爱的自己的人这么小气呢？你可以给到朋友宽容、体贴、理解，还老在一起沟通。但凡这有一点你可以给到女朋友，也不至于走到现在。刚才关凌老师问的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自己爱的人、爱自己的人不会离开自己，只有那些朋友，你只能试图用这种热心肠的表现去维系好这些朋友。刚才你女朋友说了，你现在是要为自己的事业有目的的、有用心的去围一个朋友的圈子，你帮朋友去投资，你没有跟他商量，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钱。为什么？因为你潜意识觉得你一定会理解我的，你一定不会离开我的。我即使不告诉你，那朋友，如果我不借给这钱给这朋友，他可能就不把我当朋友了。但这种朋友，他还是朋友吗？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他。甚至于我看到资料上有写，他帮你去补救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反而会跟别人说，这是我女朋友做出来的事，我不想这么做。结果呢，在你的朋友周围，甚至于亲戚当中，就会觉得你怎么找这么一个女朋友啊？你这么慷慨这么好，以前的你哪儿去了？怎么就因为你这个女朋友的出现，你变成这样了？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你这种慷慨到底是真心的，还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于不惜牺牲自己女朋友的声誉？女孩，我建议你要重新考虑是否可以和她在一起。助人为乐无疑是应该受到大家赞赏的，它是一种高尚的美德。但是有的时候帮助他人要量力而行。我从来都不相信一个爱不好自己的家人的人能够怎么去爱好周围的人。一个人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的良心和道德，一部分是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你只能让他变得更聪明，让他懂得分辨什么事儿能帮，什么事儿不能帮，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去帮。但是如果他连自己的智慧和才华无法提高的话，那只有一种，就是听老婆的话，凡事问问他这事儿该不该帮，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分辨，所以你只能找他去商量。但现在的问题是，你又不聪明，又不听别人的劝导，所以你做出来的一些事儿往往是轻者痛而仇者快，好了别人，伤了爱人。所以我问男生，你以后能不能做到凡事和自己的爱人商量商量该如何去做？如果你不能做到，你就不要再拖累他，把那30%还给他，你倾尽所有怎么做都可以，但是请不要绑架别人。就这样。你知道未来该怎么做了吗？
知道了。别老那么唯唯诺诺的，你把腰杆挺起来，学会去爱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听了各位导师的话，我也深深的明白了，原来我充当了这么一个角色。我想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珍惜你，去爱你，去呵护你。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挺快乐的，但是后来发现越来压力越大，就是我越来越承受不了了。就是有好多事儿吧，都不跟我商量，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把我当成女朋友。我身上背负的担子太大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这段感情。求你不要离开了，我一定会改。你每次都是这样说，但是你改了吗？唉，来，接着还有3种方式可以帮助到你，你来看一下。第一种，倾听一下现场观众的看法和意见；第二种，倾听来自第三方的声音；第三种，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你的选择是？现场观众吧。你让观众选什么呀？就是看看我俩就是到底是合还是分。哦，要看概率了这事儿啊！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是看好他们的话，就选赞成；不看好就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59.09%的观众觉得，哎，挺看好，还有40.91%的观众不那么看好。我们听听原因。姑娘，你看好吗？不看好，他觉得他女朋友不会离开他，那以后结婚了之后，他说我老婆肯定会理解我呀，就反而更放肆了。哦，看得比较透彻，婚前都如此，婚后你还不翻了天？谢谢啊，来，姑娘，你应该是同意那一部分吧？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生他挺善良的，其实这个女生也挺善良的，只不过真的是，女的都会挺在意前女友的啊。这个事儿要小心是吧？对对对，男生你应该就是跟他诚实一些。谢谢啊，人生总有自己迷茫的时候，那总需要有一些倾诉衷肠的人，这些人我们把它叫做知己或者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事情只要做过了一步，那可能味道就全变了。我们都共勉好不好？来，交换箱子吧。2位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接下来我们来当然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5、4、3、2、1。5、4、3、2、1，请开门。来来来。哦，做事儿不经脑子啊！我还是觉得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你要多给我点时间，我会慢慢改的。吸取教训呗，好吗？好。别追了，一定要追的，想一定要追回来。追回来你还不追，你站我这儿。